嗨，我是 Copa，要来为您介绍的是松山光这个月底限定松山光。那我下的标题呢是比一代好，虽然比一代好但是呢久违了因为一代已经是这个游戏应该是第一个或第二个的限定角色，但是呢我会觉得不如不见了因为这么久呢才出这一个松山光但很可惜。以现在这个数据的分配来看，我觉得强是强但也没有那么好使用。好，我们来看看为什么。松山光 ONF、DNF 双位置球员，战力7万以上70106是游戏内第6位破7万的球员了。好，这个是他的队伍技，日本球员全能力值加15%，这是他被动大敌当前。体力越少，必杀技注意是必杀技威力提升幅度越高，最高20%。然后有一个新的必杀技，突袭式猛救传球这个威力其实也只有455其实比起大空翼或者是甲太郎的传球这个传球必杀技威力是低了一点不过它有一个特殊效果，就是远距离威力减轻较小所以就比较不容易被拦截啦。好，我们来看看半1.5%，但是3名以上隶属性球员另外一个也是1.5%，3名以上 Rising 上球员所以合计是一个3%的半然后是全力量表，潜能给足5项倒是蛮好的对决模式赢过对手，全力量表加12%，然后毅力体力在1以上即可使出跟平时相同威力的必杀技最后是一个盾牌5%。那其实可以注意到，最近这个大敌当前都会搭配毅力算是比较有人性化了因为早期有些大敌当前是没有搭配毅力的，那没有搭配毅力，其实那个角色的最强必杀技就很难使出来因为最强威力通常要在20%，其实也不是通常这个游戏的设定就是这样，竭尽全力或者是浑身一击大敌当前等等，这种跟体力有关的都是80%到20%的作动。那这个20%以下是最强，那80%以上也是最强，但相对来讲有可能80%以上是最弱，那20%以下也可能是最弱。那就是这两个技能不管是体力越多能力越强，或必杀技越强，或者是体力越少能力越强必杀技越强，都是以80-20做一个分界点。好，我们来看我给他下的结论。半3%难搭配这里有提到嘛，3名隶属在现今这个阶段来讲，隶属性日本是比较弱势的3名以上 Rising 上，同样的Rising 上球员在这个时候在3周年的时候 Rising 上很红，但是现在已经是即将4周年了所以 Rising 上已经比较少看见在球场上了。那当然你要硬去搭配出来绝对是可以的然后是盾牌加新的传球技能盾牌现在倒是很重要的新的传球技能也不错啦，总比420好吧接着是数据分配不当这个我待会会提到为什么他的数据分配不当，导致我给他的评论不是很好顺便附带一提，关于这个3%的半这游戏公司有建议使用井川越人。好，井川越人是一个 Rising 上，同时也是一个隶属性，等于跟他凑在一起就已经有2名隶属性，2名 Rising 上，没错，你只要再找1名翌日以及是 Rising 上，或者是再找2名，一个符合这个，一个符合这个就可以但是请注意井川越人需要搭配2个阿根廷人才可以发挥他的半所以游戏公司的建议呢归根究底来讲，只是避开了3%怎么产生，却没有去提到井川越人还需要另外2个阿根廷人所以就看你自己觉得好不好搭配啦，我个人是觉得难搭配。好，我们来看球员的数据表现。松山光射门传球这一页我们先看射门跟传球必杀技威力475是一个合体的必杀技射门这一个传球呢，就是刚才前一页看到的最新的传球它的威力分别是19.1万以及15.9万。那这个差别就是刚刚提到的大敌当前这个是必杀技没有加20%，这个是必杀技加20%威力这传球最高18.4，最低15.3。我们来看看它的对象对决的
第一个这个是洛林元山，假设射门 19.1 万面对洛林元山它是隶属性，那要过这个21万就有点困难哦。再加上它的射门虽然是有远距离威力减轻较小但是你还是得进到禁区否则你这个威力减轻较小，在禁区外洛林还是非常的强好，我们来看，如果是面对卡留萨斯19.1万有没有办法进？卡留萨斯面对接球这个禁区外 20.5 万我是假设松山光没有办法进到禁区，那他面对的就是 20.5 万。假设他有办法进到禁区，但是因为他是平射所以卡留萨斯有 19.2 万其实这个技术性面对 19.1 万绝对是有风险的我必须讲，如果这个松山光能够进到禁区，这个 19.1 万要进 19.2 万绝对是可能的好，接着来看这个是赫南德兹射门 19.1 万面对赫南德兹只剩 17.8 万，有没有可能进？有可能但是如果你是远距离我就不觉得保证进即便是这个远距离减轻较小的威力但是我认为在禁区外射应该是一半一半的几率接着我们来看数理查这个理查面对 19.1 万以他全力状态 17.6 万，我觉得还有机会一拼但是如果是非全力状态 16.3 万，我觉得就比较困难了所以这个 19.1 万基本上进到禁区，我认为还是有实力可以进球的但是就是看你有没有办法进到禁区，应该是可以毕竟它是属于体力越少必杀技威力越强，所以耗费一番功夫进到禁区，我觉得就很容易进球了好，然后接着是这个穆勒苏穆勒面对 19.1 万他只剩 17.2 万，因为这个是非巴西非前锋嘛，那非巴西非前锋苏穆勒没有任何的特技加成所以 17.2 万算是相当低了好，接着我们来看，如果是传球面对我把这个这么强的上帝爷排在这里就是因为要来对决这么强的传球。松山光毕竟是这个月底限定嘛，所以我们排一下月底限定来面对它这个 18.5 万的断球要断这个 18.4 万传球绝对是可以的毕竟是速属性克制力属性。接着我们来看看卡尔兹卡尔兹面对 18.4 万的传球他是直接18万的预测得胜加 50% 威力，那这个18万拦截 18.4 万我认为是可以的你不要看数据比较低这个游戏就是这样，猜对还有一个隐藏性的加成，不会让你觉得要猜对还数据输就保证输不会说保证的当然你说 18.4 万即便面对这个猜对有没有可能过但也是有低几率可能过的啦我们接着来看 18.4 万面对艾美城猜对 17.8 万这个是关键区如果不是关键区 17.1 万基本上这艾美城要拦截下来这个传球我想在游戏内我还是要强调数据来看你好像看起来是输，但是我会认为 17.8 万还是有可能拦截下来 18.4 万的不能完全只看数据，就是这个游戏让人还有一点点惊奇的地方接着我们来看松山光的铲球这是不约而同最高威力都是 18.4 万最低威力 15.3 万，那断球 12.9 万就偏弱了然后最低威力只剩 10.8 万好，我们来看假设是铲球 18.4 万面对盘球这个速属性的盘球我是假设在禁区外火野龙马剩16万，有没有办法过这 18.4 万当然我会说不太可能毕竟这个数据差有点多，即便是有属性优势那如果是这一位呢这个纳德雷莎在全力状态 17.3 万的盘球要过 18.4 万我想也是相当困难所以被松山光猜对你用盘球去面对他的铲球我想大概不容易过啦。如果你是使用盘球，那看看最强的好了这3位大概就是游戏内顶尖的盘球好手了。那18万的盘球有没有办法过 18.4 万我当然会说还是不太可能所以可以简单讲，这个松山光一出来，他的铲球大概可以铲下游戏内所有的盘球了我们接着来看大空翼大空翼就不用讲了比起这3位他的数据也只是还好他是技属性还被力属性相克所以大空翼基本上也不用想了
那这个是体力越少能力越强，这个是体力少是 16.9 万，那体力80%以上是 14.6 万对比 18.4 实在是输太多了。接着我们来看断球 12.9 万就偏弱了吧。如果是面对这个比较少见的利哈斯这个前锋，他的三角短传有 13.4 万大概能够拦截下来这个等级的这个三角短传 13.4但是面对这个速属性的拉法叶尔，传球 15.3 万跟 12.9 万，我甚至觉得这个断球应该也是断不下拉法叶尔的传球当然实战还是要看球场上，毕竟这属性相克，我觉得应该是没有意外啦。好，我们接着来看力属性的JY 的甲太郎。甲太郎是游戏内算是非常强的三角短传好手17.7 万。那这个是体力越少能力越弱这个是 16.4 万。那它其实只有加成 10%， 所以这两个差距会非常的少那也就是说，在大部分时间，甲太郎是可以维持17万以上的那体力 50% 的时候是大概是 17.1 左右，对 17.1 左右17.1所以要过这个 12.9 万，我认为也是完全没有困难的接着来看这一位甲太郎，限定的甲太郎他的传球是体力越多必杀技威力越强，可以到 16.9 万16.9 万过 12.9 万属性是输但是应该没有什么难处但是如果是体力降低到 20% 以下的时候，剩 14.1 万的传球我想应该就过不了 12.9 万了。好基本上在这个对决的比较上可能各位要注意一点，就是这个松山光我给各位看的都是最强威力嘛但是你要注意，它的最强威力是在体力 20% 以下才会出现所以是不是那么容易出现这么高的威力，还是它大部分时间会是在 15.3 到 18.4 之间你就要自己去衡量了。那怎么来看这个角色呢它的威力变化其实也不难我教各位怎么看我们来看 18.4 就是体力 20% 嘛50% 刚好是介于 20% 跟 80% 的中间所以很简单 18.4 减 15.3这两个中间除以2也就是 3.1 万除以2，大概是1万6不到1万6也就是体力 50% 的时候是17万也就是体力 50% 的时候呢你就是拿 15.3 加1万6左右，就是 16.9 万好，差不多 16.9 那 50% 以上呢就是 16.9 到 15.3， 那 50% 以下就是 16.9 到 18.4 是这样的来计算，很容易用 50% 来做分界点是刚刚好。我们接着来看他跟其他球员的比较，这是射门他是强过这个力属性的大空翼这个也是限定然后他是输给肖俊光这个也是限定最近出的，然后输给皮埃尔想不到射门他还是输给这两位。每一个球员都有他最强的状态，都有一些特殊条件也就是这两位也不见得随时都是胜过松山光，再加上松山光的必杀技有一个距离虽远威力减轻较小所以是各有擅长也不能说只有绝对数字的相比。我们来看传球，松山光直接进入游戏里面目前第一名传球赢过这个皮埃尔，也赢过大空翼，也赢过这一位甲太郎我甚至是拿这几位的三角短传来跟他比较，没有办法完全是完败他的传球很简单，就是目前最强，但是请注意是体力 20% 以下时他的传球就是游戏内最强，直接空降第一名。我们来看看下一项铲球铲球也一样，直接空降游戏的第一名，赢过上地雷，赢过赤井直也，也赢过真火佑二所以他就是在铲球跟传球就是这么强没有办法去忽视他的一位球员来看看断球断球能够比较的对象，各位看一看就知道他断球不怎么强。这是皮亚佐拉这是2代的皮亚佐拉这个是月中限定，去年的月中限定这个波旁这个是加泰隆尼亚的恩波利这是在2亿2亿有
加20%能力，啊，这样比较起来就知道他的断球真的是普普通通了。好，那接下来讲一下为什么我说他的数据分配不当。我们要看一个球员，这个攻击跟防御，如果你攻击很强，防御较弱，那你至少在攻击方面你可以顾得好。那你防御很强，攻击较弱，就是防御顾得好。那我们看松山光攻击这么强，理论上攻击要很好。那攻击好是什么？我们刚看到他的射门很强，他的传球很强，但他的盘球我完全没有提到，因为他盘球必杀技只有380，那他盘球的数据也不怎么样就是计算之后呢，也大概就是10万甚至10万以下那这样的球员他的传球是游戏内第1名，有没有用？我就会跟各位讲，就比较没用因为你在攻击的时候需要有2个手段来辅助你他有射门没错，他有传球，所以在攻击的时候，对方只要猜传球或射门嘛，那基本上如果你离球门远的话，他不可能选射门当然他一定要选射门也是可以啦。那所以我只要防范他的传球就好了，他的盘球就显得没有威力，也无法掩护他的传球这就是如果他今天分配是盘球跟传球强，他很可怕，他可以很容易进入禁区，他可以很容易做突破。那当然他在他的防守方面就会比较弱。那反过来讲，如果他今天是防御好比如说他现在看到他的铲球是游戏内第1名那但是他的断球有没有游戏内第1名？也没有那他断球有没有至少游戏内前10名好了？很抱歉也没有，所以他的断球没有办法掩护他的铲球。那面对这个球员，我们就使用传球或3角短传，就可以避开他的铲球了所以如果他今天是铲断很好那他会是另外一个等级的球员虽然他是7万已经很高了，这个总战力7万算是很好的球员了但是在对决的情况下他在让对手猜测的时候会比较没有困难所以我在防守他的时候，或者是我面对他的进攻的时候，相对来讲这个心理上的这个压力会比较小。那实际上我朋友也给我看了一些截图或者是视频果不其然这个比如说日向甚至用 A80都可以过他的铲球或者是这个一般的传球就是传球技能也可以过他的铲球也就是说虽然他的铲球已经高到游戏内第1但是很厉害的传球他没有办法铲下来中等以上的3角短传毕竟这日向有所谓组合技加成嘛，那也算是中上威力的3角短传，他居然也铲不下来所以说你说这可以一铲天下无难事吗？好像也没有办法。那这个攻击方面只有传球强，那难道可以一传天下无难事吗？恐怕也未必那能猜到他是传球的几率很高嘛毕竟他盘球太弱了所以我对于这个角色我给的评价不是很高如果你抽到我当然恭喜你他还是可以用的当然他的伴的搭配我刚才在前面已经先叙述过了包括游戏公司给的建议我个人还是觉得他伴不好搭配，至少在现在这个时点我录制这个影片是这个球员出来的隔天我会觉得也许他将来会很好，但现在我还看不到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拜拜。